家里的筷笼子长时间的不清洗，里面都是油垢还有污渍，特别是底部，手又没有办法伸进去清洗。不要着急，今天给您分享一个小技巧，只需要用它泡一泡，筷笼子就能够自己变干净的方法。我们把筷笼子放到我们的洗菜盆中，加入适量的多一点的小苏打，接着来一点开水，再倒入白醋，像这个样子浸泡大约10分钟。浸泡过后能够特别好的清除一些油垢，因为白醋具有去油垢的作用，加入了小苏打或者是食用碱，更能够去除一些残留的脏东西，还有是污垢油渍，清除的干干净净。泡过之后，我们来看一下拎起来怎么样？这样的筷笼子真的是立马变成新的了吧？根本就不需要用手去刷。像我们用白醋、热水、小苏打浸泡了10分钟，就能够完完全全的去除了细菌残留，脏东西油垢全部都跑光了。这个清理筷笼的方法特别的简单，是我家奶奶告诉我的方法。如果你家的筷笼子比较脏的话，不想清洗，手顾不到里面的话，就试这个方法吧，保证你用了1次之后还想用第2次的方法，还是非常不错的哟。亲爱的朋友们，视频看到这里啦，如果喜欢我的视频，麻烦你用发财的小手帮我点个赞吧，您的每一个点赞对我来说都是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谢谢大家。平常我们在吃饭的时候肯定是少不了的筷子，对不对？日常生活中我们用的比较多的筷子就是这样的木质筷子或者是竹的筷子，但这个筷子您真的是使用对了方法吗？清洗的时候您真的是洗干净了没有？其实筷子虽然看似表面洗干净，也会有残留的一些油垢还有细菌的。我们在使用筷子的时候都会选择，有的人用不锈钢的，他们觉得不锈钢的筷子不容易被烫到，因为它的导热性是比较好的，对不对？但是这个不锈钢的表面它夹不住这个菜，也容易滑落，特别是在吃丸子的时候容易打滑的。所以说很多人还会选择这样的木筷子、竹筷子。竹制的筷子它看起来比较美观又好看，但是我们清洗的时候给我们带来一点安全隐患。很多人都说这个筷子已经洗得很干净了，那么这个筷子洗完之后，如果没有及时的把水分晾干的话，就会可能产生一些细菌的，也会发现发霉的情况。不少朋友们又说了，我在清洗筷子的时候也会用清洁剂洗的，但是它是木材制作的，像这个清洁剂一般都有残留的，也会渗到我们的木筷子里面，所以说这些问题都有安全的隐患的，吃到肚子里面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着很大的一个威胁。像这样的竹子筷子，如果说是没有定期的更换，这些细菌可能会真的威胁到我们的身体健康的。平时在清洗筷子的时候，我们该注意什么呢？大家还是要选择，如果发霉的筷子丢掉，这样因为有黄曲毒素，这个黄曲毒素并不是你说的一样，筷子煮一煮就能够洗干净的，这样的黄曲毒素有致癌的风险。所以说发霉的筷子大家一定不要尝试去清洗，把它直接丢掉就可以了。黄曲毒素在高温环境下会分解，而且碱性的物质会让黄曲毒素溶于水，所以我们可以在锅中加入适量的水，等到水烧到沸腾之后，把筷子再放到我们的锅里面，再煮10分钟。煮的过程中我们要来一点小苏打或者是食用盐，食用盐、小苏打能够溶解黄曲毒素，再加一点盐，盐能够杀菌消毒的，能够防止我们的筷子产生毒菌。经过这样的处理，筷子变得比较干净，我们用着比较放心。因为筷子每天都要吃饭，
家里有老人的、小孩子的，所以说筷子清洗一定不要掉以轻心，是一个大的事情。清洗的干净，我们用着比较放心的。常言说民以食为天，意思关键是市面上的金属类的筷子很多都是采用了不符合的餐具使用的标准劣质的金属制成，这样的筷子抗腐蚀性比较差，遇到了盐、醋等调味品，在高温下有可能产生了化学的反应，释放出有害的物体。人只要活着，我们就要吃东西，一日三餐是每个人都要做的事情，而吃饭就要工具。世界上随着各国饮食的文化差异，饮食方面当然了有所不同。就拿吃饭的工具来说，西方人经常用刀子和叉子，而我们中国人用筷子。那么今天我们来说一下中国人的吃饭工具筷子。说到筷子，对我们来说再熟悉不过的一种餐具。一般2到3岁的时候，我们父母就会教我们如何的学会用筷子吃饭。记得第一次接触筷子的时候，就是爷爷用自己家的竹子制作而成的，而且做好的竹子筷子需要在锅里面煮沸2个小时，因为这是在给我们的筷子消毒。筷子作为日常生活中一种特别常见的普通的餐具，用筷子在吃饭的时候，在我国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因此对于筷子也没有什么的新鲜事可聊。那接下来我们要聊一聊关于筷子的话题，该如何的去挑选筷子。一、建议选择木头的材质的筷子。木头筷子是市面上众多筷子中的一种，采用了纯天然的木质材料制作，所以不含有其他伪添加的化学物质，相对是比较安全的，用起来比较方便。不过木头筷子有它的缺点，由于木头天生的结构决定了木筷子容易吸水，时间长了也容易发霉，所以木筷子在清洗后采用了容易利于水分的放置。如果是发现了筷子发霉，就要及时的去更换。2、建议选竹子材质的筷子。不要小看了用竹子做的筷子，在我的记忆里，我的家乡人几乎都是用竹子筷子。第一，是我家乡的筷子很多；第二，听长辈们说，竹筷子在我国的历史悠久，从古至今，大多数人都是用竹筷子。竹筷子的材质一般都是以楠竹或者是毛竹居多，因为楠竹的毛竹相对来说质地比较坚硬，而且竹节比较长，做出来的筷子不仅外观又好看，而且环保健康。但是即使是竹筷子也不能够长期的使用，一般3个月就要进行更换的。3、建议选择合金的筷子。合金筷子在目前比较流行，但是我们不能被它的名字所诱导。合金的筷子实际上是由玻璃的纤维、高分子的材质合成后的一种工程塑料制作而成。合金筷子具有如下的优点：韧性强、强度高，同时又耐磨，而腐蚀的耐高温，关键还有是吸附性，所以合金筷比较好清洗，而且不容易发霉，相对又干净又卫生，比较适合家用。4、建议不要选塑料的筷子。市面上的很多筷子都是塑料材质的，外观看起来高大上，所以很多人喜欢买。但是塑料筷子材料一般都是采用了 PP 塑料、ABS 塑料、PA 尼龙等等，这些塑料材质在遇到了高温，比如沸汤、滚油，容易发生了变形，甚至变质分解，释放出对人体有害的物质，不建议大家使用的。5、不要选择表面有涂层的筷子。现在的商品，先不说质量到底好不好，
但是起码首先在外观上让消费者有好的安全感才可以。也就是说，人们常说的要有卖相，而筷子自然也不例外。市面上有很多筷子为了美观，表面都涂了一层涂层，或者用油漆做成了各式各样的漂亮花纹。这类筷子恰恰多以木筷、竹筷居多，因为原生态的木头、竹子显得档次有点低的，所以商家就要想法为它们打扮打扮。但是大多数的涂层都属于一种化学有机溶液，长期同时的使用，或者是口腔频繁的使用，对人体的健康不利，所以建议大家不要选择这样的筷子。6. 建议不要选择金属类的筷子。金属类的筷子看起来同样高大，但是同样是表面的招人，给人一种很卫生干净的表现。当然了，作为了质量上的好的不锈钢筷子，确实有它的特点，比方说用了食品餐具的304、402或者403的钢制制作的筷子，除了容易导致发烫、夹食物的时候脱落缺点之外，却有着长期使用的不变形、不发霉、易清洗、又耐磨、耐用等一些优点。但是关键是，现在市面上的金属筷子很多都是采用了不符合餐具使用的标准的劣质的金属，所以筷子尽量选择竹的筷子、木质的筷子，这样我们用起来更放心的。今天分享了关于清理的筷笼子、清理筷子的方法，朋友们都学会了没有？方法又简单的，又分享了如何挑选筷子的方法，也是比较简单的哟。好了，如果朋友们喜欢的话，可以收藏起来试一试。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喜欢，谢谢大家，我们明天视频再见。